宝可梦里仅有的3只恶系御三家。恶系作为宝可梦里最热门的属性之一，自从第2世代的班吉拉斯和月亮伊布开始，就一直活跃在对战比赛上。哪怕是第6世代多出个克制它的妖精系，也影响不了恶系宝可梦的高出场率。其中最有代表的当然就是恶系神兽伊培尔塔尔，当然同样强势的还有几只恶系御三家。甚至因为他们的出现，直接就改变了对战环境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甲贺忍蛙。甲贺忍蛙是小智在卡洛斯地区的绝对主力，而且还是在呱呱泡蛙的时候就主动被小智收服，之后也是和他走南闯北，一步步进化成了甲贺忍蛙，并在第一时间又和小智有了专属的牵绊变身。虽然说甲贺忍蛙在动画里战绩并不算亮眼，但无疑它是这部里最有主角光环的宝可梦，哪怕是皮卡丘也得暂时甘拜下风。而它也在进化成甲贺忍蛙的那刻起，属性也变成了水系加恶系。当然如果只看外表的话，是绝对想不到它居然还有这个属性。但有一说一，这个属性给甲贺忍蛙带来的帮助其实就只有一个本系恶之波动。如果特性选的是牵绊变身的话，那恶系本系的招式还是挺重要的。可要是特性是变换自如的话，那原来的属性是什么就无所谓了。2. 雉焰咆哮虎。雉焰咆哮虎虽然在登场的时候外形曾被无数人吐槽过，但在经历了几个咆哮虎时代后，才发现雉焰咆哮虎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宇宙级宝可梦。当然了，在动画里的话，雉焰咆哮虎是酷酷一的王牌，而酷酷一也用它称霸了皇家竞技场。在阿罗拉最后的对决中，也是和小智的炎热喵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内战。比起酷酷一雉焰咆哮虎出道即巅峰的成绩来看，小智的雉焰咆哮虎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成长过程了，而他也在经历了长毛狗的事情后，这才选择成为了小智的宝可梦。但比起小智其他宝可梦来说，他的出镜率还是少了一点，最后也被留在了阿罗拉地区。但不管动画剧情是怎么发展，到了游戏里，咆哮虎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出场率极其夸张，基本上都是稳坐第一。而这主要原因就是咆哮虎是集威吓、干扰、游击和不错输出的辅助，以前有急速折返，现在则是抛下狠话。最重要，它还不占神位，却能够媲美神，比苍响还要更加百搭。简单来说，队伍里可以没有苍响，但很难不会有咆哮虎，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咆哮虎都是非常完美的御三家。3. 大剑鬼喜翠形态。大剑鬼是河中地区的御三家，也是水水塔的最终进化。虽然说动画里小智的水水塔没有变成大剑鬼，但从虎彻那里能够看出大剑鬼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可如果按照游戏的视角来看的话，那大剑鬼是除了外形一无是处，物特均衡就算了，速度还不快，特性硬壳盔甲的效果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，根本比不上同期非御三家类的宝可梦。不过等到阿尔宙斯传说发售后，大剑鬼也作为里面的水系御三家得到了全新的地区形态，属性也从原来的纯水系变成了和甲贺忍蛙一样的水加恶。但有一说一，这个改动其实并没有半点用，甲贺忍蛙好歹速度快，还有个变化自如，让它足够灵活，而大剑鬼就只是增加了属性和换了下种族值位置，特性完全就没有改变，最主要的是还多了3个弱点，是真的非常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宝可梦里的恶系御三家了，咱们下期见啦。